从台北离开后，我的下一个目的地宜兰，搭乘巴士途经雪隧，1个多小时便能到达宜兰。这一次因为有台湾朋友的陪同，所以我们打算自驾旅行。我们现在去取车。第一次在台湾租车，台币2000块每天的价格还是会比大陆贵一些，当然也是因为暑期的原因吧。今天我们的主要行程是去赏鲸豚，这个行程另一个亮点是会途经龟山岛，因为龟山岛附近海域鱼类资源丰富，所以也自然吸引了大量鲸豚前来觅食。我报的是下午3点半出发的行程，需要提前40分钟在头城的乌石港集合。它这个行程是有几种选项的，有登龟山岛、龟山8级加赏鲸。那我们这次报的好像是没有登龟山岛的。龟山岛位于距乌石港10公里的海面之上，外形酷似一只海龟，曾经有人居住，但1977年后因为军事需要，所有居民都迁移到了头城。一直到2000年，龟山岛才正式开放观光，但登岛人数每日都有严格的限制。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龟山岛是火山地质，而且是活火山，近距离可以闻到硫磺的味道，也可以看到冒烟。同时，龟首有一片海域，像牛奶倾倒在海里一样，被称为牛奶海。其成因就是因为海底火山活动，岩浆进入海水，形成热泉，热泉在与低温的海水融合，而形成了如此奇特的景象。在游览的过程中，全程有导览员的讲解，非常的详尽。同时，导览员也非常的幽默，比如他会让大家小心手机，因为海豚就算很热情，但是他也没有办法帮你捡手机哦。欣赏完龟山岛，我们将去寻找鲸豚的身影。因为之前台湾朋友说过，看到鲸豚的概率会比看到海豚的概率小很多，所以我也降低了预期。这次自然没有看到鲸豚，但是有近距离看到飞旋海豚。虽然不多，但已然让我心满意足。据导览员说，今天一整天也只有我们这一批有看到海豚的身影。后来到花莲时才知道，就在我离开宜兰的那天，龟山岛附近海域有虎鲸出现，看来运气真的很重要。伴着夕阳，我们开始返程。龟山岛如同一座灯塔，始终在指引着方向。It's in me.
bringing back images. 东北角风景区管理处现把它列为市立最高地。 We're making our way at long last, feeling like a 我们的 new 军方考察 day. 们非常的辛苦，回来这边重新开辟一条中央的步道。 If you can find it now, you're gonna see. Ooh, and if you send it back, we're gonna get it. Alright. Oh, merciful radio energy. When I call, will you call back to me? Oh, merciful radio energy. Won't you hear my call? 最主要的点晚上可以展示南两地区的高山。从港口离开，趁着天色还未完全暗去，我们决定去头城滨海森林公园逛逛。这也是我在宜兰发现的秘境。这里游客不多，有一个复古味十足的八角瞭望台，而且目之所及是无边的大海和海中屹立的龟山岛。在这里坐坐放空，实在很是惬意，以至于第二天傍晚，我们又去了一次，正好赶上了夕阳时分，加上下过雨后，回过头，远处的雪山山脉，山峦叠嶂，云雾缭绕，如同一幅画。晚上，我们去了礁溪。好，我们现在来到了礁溪啊，这个地方晚上非常的热闹。这家有鸭肉羹、鸭肉羹饭、鸭肉羹面、鸭肉羹冬粉，就光鸭肉羹就有5种。鸭肉羹好吃吗？我来个鸭肉羹米粉吧，你要不要？这个是什么东西？这是我们刚才点的。尝尝这个雪糕渣。真失败。高渣，里面软软的，非常好吃。尝尝鸭肉羹米，米粉蛮筋道的。这是点的干面，有点像担担面或者热干面的感觉。很香。然后这个肉臊的话是有一点甜味，有点像卤肉的感觉。这就是三星葱炸。有点像天妇罗那样，但第一次吃到这种里面炸的。由于礁溪的住宿比较贵，所以我们将住宿安排在了宜兰市区。宜兰火车站可能是全台最可爱的火车站了。连过马路的红绿灯都有音乐响起。旁边的丢丢当森林是个蛮有趣的艺术装置，灵感来源于绘本画家基米的作品，而基米本人也是宜兰人。基米这个名字真的是童年的回忆，记得当年很爱他的作品，向左走，向右走，月亮忘记了，地下铁等等，很多都有看。那时候绘本卖得很贵，买不起的我只能到书店去翻阅。
我们现在已经从酒店出发了，我们今天的目标是苏澳的七星岭步道和南方澳观景台。七星岭步道全长4.8公里，不会让人觉得太累。依高度分别命名为1星观泉、2星观澳、3星观山、4星观树、5星观港和6星观海。我们现在已经走到了差不多5星的地方，然后还有2星就可以走到7星岭的最顶端了。前面有一个观景台，去看这个观景台是什么样子的。然后这是这里的地图，如果继续往前走的话，要走大概1公里左右是星岭公园，也就是制高点。所以我们现在决定原路返回，从6星观海就按着原路返回，因为刚才查看了一下地图，如果是继续往前走的话，大概可能要1公里多，而且都是那种石子路，并不是像现在这样子的这种步道，所以说就没有必要再去了。而且看图片的话，它的风景其实是差不多的。从苏澳离开，我们开车前往南方澳观景台，途中路过苏花公路，时隔多年，再一次让我看到了美丽而奇异的台湾海。站在南方澳观景台，视野开阔，南方澳渔港的风光一览无余。晚餐我们选择在旅馆附近的夜市解决。宁夏铁板爆炒，吃到饱，要不要这家？这个是味道有点像凉茶，然后有加糖。台湾的水果有这种不同的切好的组合，火龙果的、凤梨的，这哇，拿这个扒了。中午要还车，所以我们将今天的游览地点选在了罗东。上午我们去了罗东林业文化园区。曾经太平山、阿里山与八仙山并称为台湾3大林场，而罗东林业文化园区曾是太平山木材的集散地与办公厅舍的旧址。整个园区保留了当年的铁轨和老建筑，非常的出片。
现在在这个林间走着，吹着凉风，然后特别的舒适。同时也有一个博物馆，可以了解临铁的历史。居然还有木材卖，各种各样的木板，肖楠木、扁柏、红桧，这些是可以拿回去做砧板用的。还有木屑麦，哎，好香。我闻看。是了，你还是漂亮。然后这是有一条步道，是沿着这个湖绕一圈，这样。就是这个地方会有的一些鸟类。这一排房屋特别的古色古香。后面有去逛了中兴文化创意园区，这里有始建于1935年的中兴纸厂的厂房改造而来。这个厂当时不仅是台湾规模最大的造纸厂，生产量甚至是东南亚第一。2001年停产，直到2014年由宜兰县政府接手，改造成了如今的样子。都是一些文创类的商品。这个地方是茶屋。这个是可以用显微镜来观察纸的细节，不同的纸张的细节。这个是这是橡纸，这个是牛皮纸，这个是棉纸，草本纸。一直以来，我都觉得台湾将这些老地方保留得很好，让大家多了很多了解过往时光的机会。下午由于天气炎热，所以我们赶紧回去避暑。这个是区间车，相当于就是坐公交车了。列车准点来了，并没有晚点。
宜兰的旅程就此结束。总结一下，宜兰的风景真的很美，体验也不少。但透过这次旅行，我也发现了2个问题，这里想和台湾的朋友讨论一下。其一是住宿费用太贵，整个行程里面宜兰的住宿是单价最高的。为了省钱，我们选择了没有那么热门的宜兰市区住宿，但价格也要接近2000新台币每晚，并且环境也没有比较好，只是咖啡店楼上的狭窄房间而已。所以各位台湾朋友是否也会觉得宜兰的住宿是偏贵的呢？其二是停车费的问题，旅馆附近的停车场居然采用的是周末不封顶的形式，停一晚花了375块，但的确也是我们疏忽了，没有注意到是周末。不封顶这种形式，个人觉得还是有点过分了。记得停好车去旅馆的路上，还有好心的路人告诉我们停车场很贵，其实可以晚一点找路边的停车格是免费的。另外，在苏澳冷泉的停车场进去马上出来，居然也是按1小时收费，我觉得非常的不合理。我们第2天晚上吸取教训，把车停到了站前另外一个停车场。然后这个地方之前说的是12个小时最高是80，但是实际上收了我们160，所以他按照的应该是假日的标准，但是他假日呢标准又没有贴出来。所以我想问问大家，台湾其他地方这种情况常见吗？谢谢大家，下一支影片我们再见啦。